500年前的老祖因为绝症，主动参加人体冷冻试验，但这位老祖醒来后却发现周围一切都变了，蓝星上的所有热武器消失，就连人类都穿回了古代服装。而所谓的穿越，其实是一档真人秀节目，耗资万亿打造，只为骗我这个500年前的老祖。这里的人都是群演，这里的仙法都是全息投影。可当全球观众都在捧腹大笑时，我却一剑粉碎了3年后的诡异世界入侵。当看着那些全息投影的灵兽，看着复活的师兄师姐，我才知道小丑原来竟是我自己。此时我刚醒来就被眼前的景象所惊呆，满天飞的修士，还有满街跑的灵兽。如果这是全息投影特效，估计每一帧都能顶上普通人一辈子工资。所以我真的相信了，毕竟一个冷冻人都能复活，还有什么是不能相信的？而屏幕前的观众更是指着电视节目捧腹大笑，他信了，他信了。我看到他眼中有光。殊不知，就在大家都停留在欢笑时，却没有人注意到，远处的一道金光以闪电般的速度直击我的眉心。检测宿主是唯一的虔诚信道者，系统开始绑定。然而看到金手指到账后，我却没有太大的惊喜，毕竟人都穿越了，有个系统不就是小说中的标配吗？签到任务，请宿主前往通天桥，立下修仙宏愿，可获得一根平平无奇的灵根。虽然只是一条平平无奇的灵根，但那又如何？总比上辈子躺在床上等待死亡来的强。就在这时，一位长老带着我们走到一处悬崖峭壁上，指着对面说道：“过了通天桥前面的大山，便是灵药膳食司了。”随后按下藏在袖子里的按钮，他整个人就轻飘飘飞起数十米，紧接稳稳落在石桥上。而其余的数十名弟子见此也接连跟上，只留下无比羡慕的我一人在原地。就在我疑惑自己该如何过去时，忽然有一道声音从后方响起：“我带你过去吧。”只见我被一双手拎在半空中，一张洁白如玉的秀丽脸颊映入眼，让我顿时恍惚，因为我从未见过有那个男孩子能长得这般秀气温婉。要不是我知道药铺园的50名见习弟子都是男子，我绝对不会相信眼前这个师兄居然会是一个男的。这到底是什么神仙样貌啊？这也太勾人了。但我看着却突然一阵发寒，自己到底是怎么了？看个男的也能这么津津有味？难道是自己憋了500年的缘故？还没等我想清楚原因，才发现自己已经到达通天桥上了。此时我心中百感交集，因为前世自己尝遍了人间疾楚，这一世我定要扭转命运。既入道，便中道。若有登仙成圣之机，我愿天下苍生人人如龙。我声音清澈洪亮，我的决绝意志更是直接贯穿这49名群演，以及屏幕前的观众都被我这种情感所带动。不愧是节目组挑选的主角，这个人的入戏速度还有这种真诚流露，让我感觉自己都能修仙了。恭喜宿主获得一根平平无奇的灵根。随着声音结束，我脑海中一根散发淡淡光晕的长条状物体迅速融入我脊骨之中。晚上，我终于来到了药铺9元的屋舍，一张木质的双人大床并入眼帘。虽然是双人同铺，但毕竟修仙世界，自己或许更应该洒脱点，只希望同寝师兄不要打鼾磨牙梦游就好。殊不知这时，一位身材曼妙的男子走了进来，看着他脸上的那2个小酒窝，娇嫩欲滴的波波唇，我忽然有10000种不妙的感觉。天啊，怎么又是他？老天爷啊，你这是非要把我掰弯才算完吗？其实这位叫云飞扬的师兄是一位女性演员，名为云飞瑶，在现实中可是一个近看萝莉、远观御姐，并且还各种撕的女人。可就是这么一位女人，却女扮男装来当我的一个配角。其实是有特殊剧情需要的，合约写明，如果被我发现是女儿身后，就要按照合约为我产下一子。云飞瑶清了清嗓子，发出男子一般的爽朗声音：“清河郡云家3子云飞扬，自今日起便与师弟同住一屋了，以后劳烦请多多指教。”我闻言却是咽了一口唾沫，回道：“云师兄你好，多谢师兄今日仗义相助。”这时的观众开始炸毛了，剧目组究竟是怎么想的？你们难道真想让这位老祖和一个男人婆睡出爱的火花？要知道，就云飞瑶这种女人，就差在脸上写明我是个大美女了。然而此时的云飞瑶却是盘膝而坐，说道：“方师弟，你先睡吧，我还要打坐修行。”说完就双眸微垂，很有节奏的呼吸起来。我见此由衷感叹，前生今世无论哪里都有学霸的存在，真是既优秀又努力。可惜我穿越过来的时候，并没有吸收身体上一个主人的记忆，要不然自己怎么也要修炼一下。但我就算现在还不会修炼，起码可以观察云师兄修炼，总结一些经验吧。可此刻的云飞瑶憋得小脸通红，腿都盘得快失去知觉了。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睡觉？我要疯了！自己本打算借着修行的名义可以拖延一些时间，谁知这家伙却是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究竟是什么人啊？而直播间的观众确实开始疯狂输出，你们快看，云飞瑶的脸红了，好可爱啊！500年前的人都这么奔跑，刚刚相识就可以坦诚相见。你还别说，根据文献考证，以前的他们甚至还一起上过厕所呢。正当我看得聚精会神时，脑海中系统发出新的提示：叮，今日签到任务更新，前往云海金顶，迎接朝日洗礼，感悟自然之伟力。我闻言激动地从被窝里跳起。云师兄，我先出去一趟。随着我一蹦一跳地走出了院舍，云飞瑶才松了口气。他摸了摸泛红的脸颊，刚才对方跳起的瞬间，他差点被吓得叫出来，还以为这位老祖要对他做些什么呢。此刻我一口气就跑到山巅，在清冷的月辉星烛下，仿佛一片无边无际的银色海洋。叮，
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一本平平无奇的气诀以及神级引气丹3枚。紧接我就把奖励的引气丹一把塞入口中，开始运转无始道元经。在引气丹入腹的刹那，一缕缕纯正至极的天地灵气流向脊骨大龙，土黄色灵根像加了涡轮一般疯狂吸取，一缕缕灵气甚至在灵根周围形成灵气漩涡。怎料此时的节目组内，副导演徐博光秃秃的头顶上早已布满了一层汗珠，抓着对讲机嘶吼：“节目组呢？快去看看，方修突然跑到山顶吃了什么！方爷爷啊，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要知道，一位老祖孤零零的重生在另一个世界，前世亲人又不知何方，万一他接受不了服毒了怎么办？被降级都是轻的。”徐博心里万马奔腾，山巅上的我双眸紧闭，我只感到身躯猛地一震，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席卷全身，脑海清明，慧灵通神。以前很多想不通的事情都迎刃而解，身躯更是充满了力量。然而突然耳畔一声轻喝响起，直接将我从修行中唤醒。你是哪司的弟子？为什么不去睡觉？在这山巅之上做什么？只见一位女仙子彩衣飘飘，御剑在云海之上居高临下的对我喝问。方修连忙起身，向彩衣仙子弯腰行礼：“仙长，我是药铺九元的新晋剑系弟子方修。虽然看不清对方面目，不过现在的女子对我来说都是红粉骷髅。如今唯有求仙正道，才不愧对青春年华，受潮将至。就算在宗门内，也不是100%安全。你毫无修为，以后不要独自外出了。”彩衣仙子留下一句，便御剑而起，向节目组汇报情况去了。看着仙子远去的背影，我才忽然想到一件事。我看着面前系统更新后的信息，不禁打了一个哆嗦。方修炼气期1层，寿元110年，一枚引气丹居然就让我成为真正的修行者，甚至还能多活了30年。修仙果然是神奇。我回到自己的住所后，这位云飞扬师兄还在酣睡，且睡姿很不雅观，几乎占据了整张床，嘴角也挂着一点点口水。但阳光透过纸窗照在云飞扬的身上，白皙的肌肤晶莹透彻，宛若凝脂。我顿时就撇了撇嘴，不敢再多看，生怕真会被这家伙给掰弯。紧接我到院子里打了一桶冰凉的清水，开始冲刷身体，将身体排出的污垢清洗一遍。虽然相貌未变，但感觉自己却更加引人注意，感觉就像是从480P 直接切换到了蓝光。这时云飞瑶才从小屋内走出，他打着哈欠向我拱了拱手，神情却陡然一怔，不停地揉了揉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我，眼神中有着些许惊讶。人还是那个人，脸还是那张脸，但为什么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竟然有一点小帅。他的脸色突然微微泛红。不一会儿的功夫，我和云飞瑶便来到山巅的议事大殿。刚进门就被一个脚踏风火轮的俊秀少年绕到身后。就你了？众外门弟子无不露出感到惶恐的神情。不会吧，不会吧！内门排行第10的混道童子降临小小的万药山，听说这位大佬已经是筑基巅峰的境界，很快就会步入金丹境了。混道童子从怀中取出一个锦盒，笑了笑道：“小师弟应该知道我是谁吧？今天算你运气好，我有一件事要你去做。这个锦盒你看住了，一会儿无论是谁问你要，你都不能给，死都不能给。”闻言，我瞪直双眼，大脑一片空白，死都不能给。我上辈子是抱你媳妇跑路了吗？否则这种倒霉事儿怎么会选中自己？而就在这时，云空中一道凌厉的爆吼如9天玄雷震聋发聩，周围的外门弟子一个个直接扑倒在地，捂着二满地打滚，口中惨叫不断。可我看了后却直翻白眼儿，一个屁大点声，不至于吧？难道说现在的修真世界连拍马屁的竞争都那么大？然而我却不知，这其实是为模拟展现最真实的修真世界，直接将现场音波提高到110dB，现场的演员纷纷倒地哀嚎。这并不完全是表演，虽然他们提前准备了一些耳塞，但音量依然会让他们感到非常不舍。这时的弹幕开始刷屏，有说黑幕的，也有观众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怎么这个方修一点事儿都没有，还说没有黑幕？我刚查了历史，根据500年前的人类承受力和敏感度，应该和我们的是不一样的。这时那个赤壁男子李沧州登场后，第一件事就是死死盯着我，把盒子交出来，我可以让你安然离去。若你不承认，我便先宰了你，再与他算账。我闻言后当场就傻了。好歹你们俩先打一架再说呀，怎么一上来就要先宰了我啊？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如今的局面进退两难，抱也不是，放也不敢，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临阵突破了。毕竟这可是99%修仙小说作者定下的铁律。于是我强装镇定，取出一枚神级引气丹塞入口中，双腿盘膝一坐，运行起了无始道元。殊不知就我这一操作，给战场的演员和导演都直接整不会了。啥玩意儿？主角玩罢演，这是正常人能做出来的吗？根据剧情都还没到给你发放炼气秘籍，你修个寂寞啊！混道童子见此，心中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说着就准备给我来一个教训，然后一脚就跟在我的后面，但却发现刚才的一脚竟然没能让我的身体产生哪怕一丝动动，像是踹在了一座高山上。混道童子一愣，难道是增力器出故障了？不知道，刚才自己可是给腿上的增力器施加了300斤的力量，随后他又给腿上的增力器施加了200斤的力量，再踹一脚。怎料就在这时，我却主动睁开了双眼。混道师兄见笑，昨日睡得晚了，忽然有点瞌睡。我回头望去，就看见混道童子的脚踏在我的背上。原来师兄不是真的凶脚，虽然踏在我背上，但却轻得像片落叶。我暗暗叹气，虽然临阵修行并非无用，的确让修为快速精进了一点，但依然还是没能进阶到筑基期。自己果然不是天之骄子。两位师兄，锦盒就在这里，既然你们都想要，就由你们自己决定吧。说完我便站起，一个抽脚就将锦盒踢飞了好几百米。
稳稳落在议事大殿的牌匾上。反正横竖意思，能拖延一刻是一刻。见此一幕，直播间的观众直接炸锅了！我没有看错吧？这一脚是踢了有几百米吧？这500年前的老祖宗力量都这么猛的吗？总导演陈一谋摸着下巴，十分疑惑，问问医疗组，治疗方修的过程中，对他肉身的加强是否超过了原设计？徐博低声道，为了防止方修无法适应 G36的环境，他们的确对方修的身体进行了一定幅度的强化，但强化剂量都在可控范围内。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300年前的人类体质和咱们有所差异的原因。此刻混道童子见被踢到匾牌上的锦盒，一双斜眼眸子在我身上上下扫视。你很好，竟敢忤逆我的命令！李沧州得意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哈哈哈！混道，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说完便直接冲上去和混道童子在空中扭打在一起，你来我往，一刀一枪，不断从各种角度劈砍钻磨，当当作响。在场中外门弟子争先恐后的四处奔逃，拥挤践踏，更有很多人被眼前的场景惊骇到无能为力，放弃挣扎。单从画面上来讲，所有的群演都很卖力的奉献，即便很多人演技浮夸，但在数千人齐齐奔逃的惊恐大场景来说，倒也恰到好处。直播间内10几亿观众沸腾，收视率一路攀升，太燃了，看得老子热血沸腾，好想出去找人干一架。对啊，筑基都这么牛了，金丹境的大战怕不是要动用星际舰队助力？其实见此情景的时候，我也想跑，但脚下3、4个吓傻了的外门弟子却死死抱住我的大腿，痛哭流涕，颤颤发抖。虽然是跑团取暖，但我总觉得这些人生怕自己跑了一样。7、8只手几乎将我的2条腿全部覆盖。不久后，李沧州已自高空坠落，掉入密林深处，而混道童子的一击佛莲也显然耗尽了大部分力量。他弯腰大口喘气，又是万年不变的阴恻恻笑容。小师弟，咱们一会儿再好好聊。说完，他便走向李沧州掉入的密林深处。见状，我都懵了，我上辈子抱走你几个媳妇儿啊，都打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老子？本以为这2大筑基高手会同归于尽，殊不知这活阎王竟然还死死咬着我不放。我深知一旦等他缓过气来，解决完李沧州，下一个被抽筋拔骨的绝对是我。在这弱肉强食的修仙界，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我低头看了一眼掌心最后一枚引气丹，眼神瞬间冷如寒冰，没有任何犹豫，一把将丹药塞入自己口中。轰的一声，丹药入腹的刹那，一股狂暴的灵力如脱缰野马般冲破奇经八脉的桎梏，系统的冰冷提示音一闪而过。我根本没空去看那面板上的数据，只觉得浑身骨骼发出一阵爆鸣，练气2走。成随后，我顺手从脚下的废墟中无声无息地抠出一块石板，如同一头蛰伏的孤狼，引入了更深的阴影中。此时，为了演出给节幕前的观众们，混道童子正一步步走向濒死的李沧州。李沧州，你死到临头了，你还有什么遗言？混道童子得意狞笑，一想到自己接下来的10场剧情，甚至还有和马师妹的戏份，身躯更抑制不住的抖动。也就在这时，异变突起，师弟方修救混道师兄赴死。砰的一声，令人牙酸的闷响，石板应声碎裂。混道童子也随即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眼前瞬间一片漆黑，整个人如破麻袋般飞扑出去，重重砸在泥泞的废墟里。我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想得很清楚，自己若想活混道童子就必须死，若想击败混道童子，就只能挑选人类最脆弱的地方下手。因此在他落地的瞬间，我全身力量聚集在右脚弓起的脚背，一个上撩脚正中混道童子双腿之间最脆弱的部位。混道童子的身体陡然僵住，整个人仿佛被瞬间抽空了所有的精气神。在那一刻，他仿佛失去了对人世间所有的眷恋，眼角竟无声地滑落了一滴晶莹的泪珠。我欺身而上，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将他死死压在身下，另一只手举起石板，对着他的脸就是一通猛砸。砰砰砰！不愧是筑基修士，身体就是硬啊！我一边砸，心里一边忍不住感叹，这要换做普通人早咽气了，他竟然还能硬扛。每一记都砸在了直播画面前，所有观众的心中，陈一谋看得直吸冷气。快让李沧州阻止方修，再这么砸下去，就算混道童子经过军方技术的肉身增幅，也受不了啊！李沧州此刻是真的被吓尿了，原本以为这小子是个任人拿捏的新手，谁知打起架来竟然比电视剧中的魔修还生猛。直至听到陈一谋的指令，这才反应过来，连跑带爬的冲到我身边，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师弟，差不多得了。我则冷冷抬头，甩开他的手。师兄须知，斩草不除根，疑惑无穷。听到这话，李沧州冷汗都下来了，他赶紧解释道：师弟，你天真了。宗门内若有内门弟子惨死，金丹境大能可动用大神通，速记既往，推演因果。你若真打死了他，咱们俩谁也跑不掉。还有这种操作，我猛地一惊，后背瞬间出了一层冷汗。修仙界的大能竟然自带监控回放功能。看着地上虽然被揍得鼻青脸肿，但还残留着一丝微弱气息的混道童子，我心里一阵后怕。好在李沧州立马拍着胸脯保证：师弟放心，我自有办法将他带离宗门，别查不到你头上。我赶紧起身，感激地拱了拱手。师兄高明，那就麻烦师兄了。然而李沧州却注意到
我只不过是从混道童子的身上站起，肃立在一旁，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师弟为何还不走？我则认真回道：修行险恶，师弟我想和师兄学学如何毁尸灭迹。听到这话的李沧州都快晕厥了，不愧是节目组挑选的主角，是个狠人。随即他抱起混道童子，跃上半空，朗声道：我会将他的尸身带离宗门，随便找个妖兽喂了。看着李沧州抱起混道童子跃上半空，我也没有在原地停留，一路跑回药铺时，路过一处悬崖，我立刻将那块战绩满满的石板狠狠抛进了万丈深渊。只要没了物证，我看你们这帮金丹长老怎么推演因果。而我哪里知道，此刻在这浩瀚星空之上的节目指挥部里，总导演陈一谋和副导演徐博看着全息屏幕，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徐博咽了口唾沫，看着数据面板上疯狂飙升的数值导演，他刚才爆发出的身体素质绝对达到了军方神威级战士的水平，他竟然活生生把剧组的王牌配角给打得半死不活。陈一谋深吸了一口冷气，脸色阴晴不定，立刻调整剧本。既然他这么稳健又心狠手辣，原定的简陋奇遇效果肯定大打折扣，马上启动 A8132备用苦情方案。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精明到什么地步。而直播间内呢，弹幕如瀑，我怒气猛砸混道童子的画面，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直到我走回山脚下的药园小屋，议论热度都没有丝毫的减弱，收视率再拔新高，无限接近 2.5%， 甚至在国际频道中都引来一波不小的流量。月上柳梢头，我刚回到药铺9元的小院，就迎面撞上了毫发无伤的云清扬师兄。他满脸歉意地递过来一卷书册：师弟，你没事吧？刚才混道童子为难你，我没能挺身而出，实属无奈。这是宗门下发的修行法门，让我们自学。师兄哪里的话，那种神仙打架，咱们躲还来不及呢。我摆了摆手接过书册，心里却忍不住嘀咕：这云师兄长得唇红齿白，皮肤比女人还细腻，身上竟然连一根汗毛都没有，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回到屋内，我翻开那本玄天正宗宗体拳，只看了几眼，我就肃然起敬。本以为这是什么光明正大的名门正派武学，结果仔细一琢磨，这拳法若是稍微改动一下角度，拳肘膝相互叠交，爪爪低掠斜掏，简直就是为了阴人量身定制的下三滥绝技。在这危机四伏的修仙界，我一个老实人如果不练点防身阴招，怎么活得下去？说练就练，我在院子里按照自己的理解，把宗体拳改得越来越毒辣一些，专攻人的软肋和下三路，每一个动作都蕴含巨大力量，拳脚如剑，落地如风。我练得很投入，甚至把隔壁院墙上偷看的2个群演弟子吓得脸都绿了。因为按照节目组安排，他们这些扮演外门弟子的群演都是我以后的对立面，是我修行路上的绊脚石。节目组用不用这么认真啊？真给方修格斗技巧啊！群演也是人啊！就在我练得大汗淋漓时，脑海中终于响起了系统的机械音。今日签到任务，前往新盘峰万仙广场，致敬一位仙道前辈，奖励平平无奇的丹药1瓶。我借着夜色一路狂奔，练气2层的肉身让我在悬崖峭壁间如履平地，无论力量、敏捷还是耐力，都达到了一个很惊人的程度，足足跑了近50里，来到了幽静的新盘峰半山腰。夜间观看人数本已减少的直播间，看到我又跑了出去，流量又开始回升。节目指挥部副导演徐博气得直跳脚，握着对讲机一阵咆哮：方修又跑出去做什么？他哪来的这么大精力？立即给我调集2艘云梭舰 A8132 S003 紧急启动。突然一道凄厉而诡异的叹息声毫无预兆地从我背后的黑暗中飘了过来。我好冤啊！枉我药尘纵横终于一生，身为堂堂8品炼药师，竟然沦落到这般田地，可悲可叹。我浑身汗毛猛地一炸，瞬间握紧了拳头。我顺着声音望去，只见前方陡峭的石阶拐角处，一个佝偻瘦削的背影正背对着我，立在悬崖边的枯树下，冷风吹拂着他那满是补丁的破袍，周围烟雾忽明忽暗，把那种绝世高人穷途末路的氛围感拉到了极致。换作那些修仙小说里的愣头青，此刻绝对以为遇到了天大的奇遇，立马跪地磕头拜师。然而我却冷眼旁观，脚下没挪动半分，甚至在心里冷笑了一声。碰瓷碰到修仙界来了。这老头看着凄惨，但爬这么高的山路却连滴汗都没出，还气定神闲的在这凹造型，真当我傻？就在这时，老头似乎终于察觉到了我的存在，他缓缓转身，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终归是老了，逍遥，相见即是缘。话音未落，他脚下竟十分意外的意外，整个人发出一声惊呼，直直的朝着我扑倒过来。果然想套路我，只要被他抓住，我敢打赌，接下来绝对是一连串的坑蒙拐骗。只见我眼神一凛，就在他即将触碰到我的刹那，我腰部猛地发力，整个人犹如游鱼般向侧后方骤然滑出了一大步，动作干净利落，连一片衣角都没让他碰到。老头显然万万没料到我会躲得这么坚决，惊恐之下爆出了一句极其不符合高人身份的粗口。哎呦！失去重心的他瞬间扑了个空，顺着那陡峭的石阶一路惨叫着咕噜噜疯狂往下滚，眨眼间就摔进了山脚下的黑影里，再也没了声息。我站在石阶上看着下方幽暗的山谷，无奈的摇了摇头。敬业精神倒是不错，但修仙界360行干点什么不好，非要组团来诈骗？我没有理会那老爷爷，随即转身大步流星的继续朝着山顶的万仙广场跑去。节目指挥部徐博恨不得冲到药尘身前，狠狠给他几个嘴巴子，主动上前搭讪就得了，搞什么 emo 氛围感？他抓起对讲机说道：备用计划 A8132 的补救加强版启动。
经过一路狂奔，我终于来到了新盘峰的山顶。这所谓的万仙广场宽阔的一眼望不到头，在幽冷的月光下，广场上矗立着无数尊高达10丈的巨大石像，每一尊都造型独特，栩栩如生，透着一股穿越岁月的沧桑感。既然系统对签到的具体石像没有特别要求，我索性就从第一座开始签起。走到第一座石像前，我抬头仰望，只见这尊石像雕刻的是一位身着白衣的年轻男子，石像下方的底座上刻着4个铁画银钩的大字“一代神王”。看着这尊雕像，不知为何，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道孤寂凄凉却又正气浩荡的身影，那是一生孤寂却不改初心的绝世风姿。我在心底默念签到，叮，签到成功，宿主心有所感，奖励翻倍。奖励2瓶平平无奇的丹药，脑海中提示音刚落，2只温润的玉瓶便凭空落入我的掌心。拔开瓶塞一看，竟然是极品炼气丹，我心中大喜。虽然我那特殊的体质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吸纳天地灵气，但是有了这实打实的炼气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时天还未亮，四下无人，我果断盘腿坐在神王石像下，倒出1枚炼气丹塞入口中，闭上眼睛开始炼化。整整3个小时过去，当第10枚炼气丹的药力被我彻底吸收的刹那，体内猛然间发出一声沉闷的轰鸣，我只觉得浑身毛孔舒张，体内的灵力总量直接暴涨了1倍有余。炼气期第3层，即便我现在依然无法将灵力外放伤敌，但在意念的操控下，这股充沛的灵力已经能如同无形的铠甲般覆盖全身，刀枪不入谈不上，但寻常的物理打击绝对伤不了我分毫。怎料就在我刚转过身的刹那，却突然愣住了。不知何时，距离我不到3步远的地方，竟然无声无息地站着一个人。这人依然是背对着我，他一身诡异的黑袍，背影孤傲，双手负于身后，迎着烈烈夜风，浑身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森寒气息。黑袍人的声音仿佛2块生锈的铁片在摩擦，没有任何感情色彩。你不该来这里的。我深吸了一口气，强压下心头的狂跳，眨了眨眼回道：可我已经来了啊。黑袍人缓缓转过身来，语气依旧平静如死水。药尊者，如果你夺舍在一个木锤老者身上，念及当年你对我的赠药之情，我或许还会放你一条生路，让你多苟活几年。然而你千不该万不该夺舍在这个少年身上，今日我也只能杀你，向魂殿复命了。听到这话，我满脸黑线，无语的挠了挠头。这位大哥，你是不是认错人了？你要找的那个叫药尘的老头，刚才已经自己滚到山脚下的草丛里去了。但这诈骗团伙的剧本写的也太老套了吧！先是老爷爷装可怜送机缘被我识破，现在又冒出来个杀手强行推进剧情。然而黑袍人明显愣了一下，那双阴毒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意想不到的错愕。即使你不是他，我也不能放你活着离开魂殿的秘密，见过的人都得死。我眉头一挑，暗暗将全身灵力调动到了极致。你这是非要强买强卖，连路人都要杀。黑袍人冷哼一声，缓缓摊开手掌，只见几缕诡异的黑烟自他掌心升腾而起，接着竟在半空中迅速凝聚成一把3寸长、透着悠悠寒光的黑色小剑。见过魂殿使者之人绝无活口。就在这时，广场入口处一个身影跌跌撞撞的跑入，大声呼喊：魂商，你我之间的恩怨休要牵连他人。一个浑身是伤跌跌撞撞的身影冲了进来，正是不久前才滚下山崖的药尘老头。此时的药尘可谓凄惨到了极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走路一瘸一拐。他看向我的目光中透着一丝极度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幽怨的神色。紧接着，他竟大义凛然地挡在了我身前。魂商，你要找的人是我。药尘冲着黑袍人大吼，随后转过头，一副悲壮的模样对我喊道：少年快走，我来拖住他。今日纵然拼了这条老命，我也要护你周全。这话若换作其他人听了，只怕当场就要感动得热血沸腾，拔出武器和老爷爷并肩作战了。然而我却在心底冷笑了一声，这苦情戏演得也太假了吧！一旦我有一丝一毫的犹豫，绝对会被这碰瓷团伙死死套牢，最后被骗得连裤衩都不剩。好，老人家高义，那你加油。说完，我连1秒钟的犹豫都没有，留下这句极其感人的鼓励后，猛地转过身，撒开脚丫子，将炼气3层的速度催动到极致，狂奔下山，动作之果断，逃跑之丝滑，没有一丝拖泥带水。药尘呆住了，黑袍人魂商也呆住了。夜风中只留下我逐渐远去的背影和2人凌乱的沉默。我沿着下山的山路一路狂飙，速度简直比来的时候快了1倍不止。身后山顶上隐隐传来黑影人和药尘互相喝骂与打斗的轰鸣声，但我根本没回头。这年头干什么都不容易啊，连修仙界的诈骗团伙演戏都这么卖力，不但自带特效，连打斗声都搞得跟真的一样。我一边狂奔一边叹气，心里却非常清楚，自己实力太弱，无论他们是真打还是假打，只要卷进去就绝对没好事。一路飞驰，直到我一口气跑回了万药山那条横跨深渊的通天桥前，身后的轰鸣声才彻底消失。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砰的一声巨响，一道人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直接从头顶的云层中砸落下来，重重地摔在我面前的泥地上，溅起一片尘土。我定睛一看，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竟然是那个药尘老头。此时的他已经不能用凄惨来形容了，浑身是伤，道袍被撕裂成一条条的碎布，脸色苍白的像纸一样，双眼布满红血丝，仿佛随时都会咽下最后一口气。药尘艰难地挣扎着半坐起来，一只颤抖的手从怀里极其郑重地掏出2样东西，一本破旧的小册子和一只晶莹剔透的玉箫。少年，老朽命不久矣，这世间唯有你心性纯良，这2件至宝事关天下安宁的命脉，万万不能落入坏人手中。老朽今日就托付给你了。我看着他这副惨状，
眉头紧锁，低头扫了一眼那本小册子封面上的字：传奇功法，金刚不坏10000层。我又扫了一眼那只玉箫，上面居然还刻着一行蝇头小楷：每日一吹，自有精华滴落，取之敷面，可得冰肌玉骨。我整个人都无语了，什么金刚不坏10000层，什么武功需要练10000层，还有这玉箫的说明书，怎么看怎么不正经啊！药尘噗的一声，十分配合的吐出一大口黑色，满脸焦急的看向天边：少年，你快走，他马上就要追来了。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你拿了宝物以后，一定要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儿。看着他那情真意切的模样，我深吸了一口气，重重的点了点头。老人家放心，我保证这宝物绝不会落入坏人手里。我一把接过小册和玉箫，表情前所未有的凝重。紧接着，我快步走到旁边的悬崖边缘。药尘看着我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欣慰的光芒。然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双手伸出悬崖外，掌心猛地一松，那2件事关天下安宁的绝世至宝，在重力的作用下，笔直的坠入了万丈深渊的无尽黑暗中，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我缓缓转过头，看着地上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鸵鸟蛋的药尘，十分真诚地眨了眨眼。我说我刚才手滑了，你信吗？就在气氛极度尴尬之际，突然头顶上空的云层如同被利刃撕裂，电闪雷鸣之间，那道令人心悸的黑影带着无尽的杀意狂降而下。药尘，你以为你跑得掉吗？文商此刻也没了刚才那副高深莫测的模样，显然也受了不轻的伤，但那张狂的狞笑却令人不寒而栗。没想到你临死前还留了一手，不愧是医药界曾经的一代传奇。药尘看了看万丈悬崖，又看了看我空空如也的双手，眼中闪过一抹极度的绝望与颓然。他长长的叹息了一声：时也，命也，罢了。你既然与这2件宝物无缘，我也不能强求。但是我一生医术通天，若今日死在这里，衣钵无人继承，简直是整个神霄大陆的损失。话音刚落，他随手一抛，竟然又从怀里掏出2样东西扔在了我脚边，一本神农丹经，外加一个巴掌大小的古朴药炉。还没完了是吧？我彻底惊呆了，这诈骗团伙是搞批发的吗？大礼包一个接一个的送，我只是个刚入门的练气期小学生啊，兜里连一块下品零食都没有，你们这么锲而不舍的硬塞，我要是不上当，都觉得对不起你们的敬业精神。我低头看着脚边那散发着淡淡药香的丹经和药炉，正纠结着要不要再给他们表演一次手滑时，怎料一声凄厉的剑鸣骤然炸响，刺痛了我的耳膜。我猛地抬头，只见魂商手中那柄黑色的长剑化作一道残影，向前猛地一刺，那3尺长的冰冷剑刃没有丝毫迟疑，直接贯穿了药尘。一抹触目惊心的黑液顺着透体而出的剑尖滴落在泥土上，我的瞳孔瞬间收缩到了针尖大小。来真的！我距离他们极近，整个刺穿的过程看得清清楚楚。那喷涌而出的黑色带着刺鼻的温热腥味，那剑刃刺破血肉骨骼的沉闷声响，绝对没有任何作假的可能，这不是演戏。我僵在了原地，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就在这生死关头，群山深处突然爆起数道璀璨的剑光，7名身穿玄色道袍，胸口绣着小剑与天平标志的年轻道人脚踏飞剑疾驰而至，瞬间将半空中的魂商包围。何人敢在我玄天号宗行凶？魂商不屑的冷笑，随手将奄奄一息的药尘扔在地上，目光中透着极致的轻蔑。爷爷办事儿，你们几个小崽子也敢管？执法队长原本还想厉声呵斥，可当他感受到魂商身上散发的恐怖威压时，脸色瞬间惨白，凄厉的大喊：是金丹境强者，快退！通禀宗门，现在想走晚了。魂商眼中杀机暴涌，大袖猛地一挥，一股诡异的黑风从他袖口呼啸而出，直接卷向那7名执法道人。我距离极近，借助炼气3层的目力，我骇然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黑风，而是由亿万只细小的黑色甲虫组成的虫巢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7名执法弟子虽然拼命御剑逃窜，却在短短2、3个呼吸间便被黑虫彻底包裹，没有残肢断臂，没有血肉横飞，只有令人头皮发麻的啃食声。仅仅7秒钟后，半空中那7团黑色的虫巢轰然散去，7具森白的骨架就这样直挺挺地坠入了下方深不见底的万丈悬崖。我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这到底是个什么地狱难度的修仙界？筑基期修士就能劈山断岳，金丹期强者更是杀人如割草。小子，这回该轮到你了。魂商缓缓转过头，那双如同看死人般的眼睛死死盯住了我。他轻轻一招手，那团刚啃食完7人的恐怖黑虫便嗡鸣着朝我扑了过来。我在心底疯狂咆哮：系统，系统，救命啊！然而那往日里总会叮叮作响的系统，此刻却像死机了一般，没有半点回应。看着那铺天盖地的黑色虫巢，我知道自己被逼入了绝境。炼气3层对战金丹期，这根本不是什么越级挑战，这是单方面的屠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微弱的几乎听不见的低吟突然从地上传出，骨灵冷火，是已经被捅得千疮百孔的药尘。刹那间，周围的空气温度骤然暴减，仿佛连灵魂都要被冻结。一团深白色的火焰毫无预兆地从药尘残破的身体上爆发而出，这股白火如同有生命般，在虫巢即将触碰到我的前一秒，化作一道火环将我死死护在中间。那些恐怖的黑色甲虫一旦触碰到白火，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瞬间便被焚烧成了虚无。魂商发出一声极度惊恐的尖叫，之前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异火，你竟然是带着天下异火榜排名第11的异火夺舍重生的！我药尘一生，绝不屈于人。老头那具残破不堪的尸骸
竟然在白色火焰的托举下缓缓站了起来。药尘发出一声凄然的惨响，整个人化作一团耀眼的白色火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死死抱住了半空中的魂伤。被古灵冷火丝丝包裹的魂伤发出了杀猪般的凄厉哀嚎，那森白色的焰浪剧烈翻滚，每一次起伏都伴随着魂伤绝望的咒骂。药尘，你疯了！你竟想和我同归于尽！药尘那豪放不羁的大笑声在火海中回荡，仿佛是回光返照般，透着一股震慑人心的气魄。只要我还一息尚存，就绝不允许我的传人受一丝一毫的损伤。我默默地站在原地，看着那在白火中逐渐消融的苍老身影，眼眶竟微微有些发热。原来我一直错怪了他，他不是骗子，他是真正在用命护着我的前辈。若我刚才稍微相信他一点，没有将那2件宝物扔掉，或许他走得会更安心些。就在我思绪翻涌之际，轰的一声闷响，半空中的古灵冷火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量，轰然溃散，漫天的骨灰如同下雪般簌簌落下，还有一团被烧得焦黑的物体，那块焦黑的物体砸在地上，艰难地舒展开来，勉强保持着一个人形。我眉头猛地皱紧，浑身肌肉再次紧绷，如临大敌。你居然还没死！魂伤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他那身黑袍早已被烧成了灰烬，露出一身布满各种狰狞疤痕，宛如金刚浇筑的古铜色肌肉。虽然他没死，但也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虚弱的连站都站不稳。他用那双布满血丝的怨毒眼睛死死剜了我一眼。小崽子，算你运气好，今日老子修为跌落至炼气5层，不能再浪费一丝一毫的灵力，暂且饶你一命。待我修为恢复，必来找你和整个玄天号总算账。说罢，他咬破指尖，极其心疼地从怀中取出一片黑色羽毛。法诀催动下，黑羽迎风暴涨至1丈多长，魂伤踉跄着踏上黑羽，便要凌空逃遁。看着满地散落的苍白骨灰，脑海中不断回荡着他临终前那句：绝不允许我的传人受一丝损伤。我深吸了一口气，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冷酷。老头子虽然一开始像个碰瓷的，但他最后是真的拿命在护我。既然他把衣钵传给了我，这种事我认了。就在魂伤刚要升空的瞬间，我那平静的有些诡异的声音极其突兀的从他背后响起：魂伤是吧？你听说过什么叫一日为师吗？只见我张开手掌，将10枚丹药一口气全倒进了嘴里。10枚极品丹药入腹，狂暴无匹的药力瞬间在我体内炸开，仿佛有一团烈火在经脉中疯狂乱窜。我只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仿佛要将身体撑爆的恐怖力量。本以为我会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躲在一旁瑟瑟发抖的魂伤，听到这话，嘴角立刻勾起一抹极度轻蔑的冷笑。小崽子，怎么你还想替他报仇？就算我现在境界跌落到了炼气5层，捏死你一个炼气3层，也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是吗？老子今天就算用牙咬，也要从你身上撕下一块肉来。我猛地抓起药尘留给我的那只沉甸甸的药炉，双腿在地面狠狠一蹬，只听砰的一声闷响，地面竟被我踩出2个浅坑。我整个人如同出膛的炮弹般跃上半空，直逼站在黑羽上的魂伤。魂伤眼中闪过一丝残忍的戾气，本来他还担心这小子会转身逃跑，谁知这蠢货竟然敢主动送上门来。眼看着那只青铜药炉带着呼啸的风声劈头盖脸地砸向他的面门，魂伤根本没有躲闪的意思，张开那布满老茧的大手，极其随意地向前一探，便稳稳地将那药炉抓在了掌心。就这点力道也想伤我，可笑！魂伤刚想开口嘲讽，怎料就在他接住药炉的这0.1秒的间隙，异变突生。其实这药炉根本就是个虚招，在我跃上黑羽的瞬间，我整个人早已猛地下潜，避开了他的视线。在他接住药炉的刹那，我腰部猛然发力，右拳如同蓄满力量的铁锤，狠狠轰向了他毫无防备的小腹。砰的一拳，我调动了体内那狂暴到极点的灵力，魂伤的瞳孔瞬间缩成了针尖大小，整个人如同遭了雷击般猛地一僵，喉咙里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高大的身躯不受控制地拱成了大象。然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已经将昨晚自己改良过的那套阴毒版总体全发挥到了极致，没有套招，没有话匣子，我的双拳快如闪电，雨点般疯狂砸向他的软肋咽喉、下巴，每一击都带着破风的呼啸声，根本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伴随着一声暴喝，我猛地一记重拳砸在他的侧脸上，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魂伤从半空中的黑羽上打落，我们两人如同滚地葫芦般重重地砸在下方10几米远的泥土里，滚起漫天烟尘。魂伤彻底暴怒了，若非他肉身经过多重强化，方修的这一波攻击就能要了他半条命。身为雇佣老兵，竟被个厨给阴了。他强忍剧痛翻身跃起，撕扯掉妨碍他发挥武力的衣衫长袍，露出一身布满各种疤痕的强悍身躯。小崽子，我要把你全身的骨头一寸寸捏碎！来啊！我也红了眼，从地上一跃而起，迎着他那铁塔般的身躯发起了反冲锋。砰砰砰，2道身影在半空中犹如2头蛮牛般轰然相撞，没有华丽的法术，没有绚烂的剑光，只有最原始最野蛮的贴身肉搏。魂伤一拳轰在我的胸口，巨大的力量直接将我掀飞出去10几米远，我重重地砸在地上，只觉得5脏6腑都在翻江倒海。果然这老牌强者的肉身强度远超常人，即便跌落境界，这力量也至少高出我3成不止。然而我却咬着牙，像个没事人一样再次弹射而起。刚才吞下的10枚炼气丹，此刻成了我最坚实的后盾。源源不断的药力疯狂修补着我的身体，为我提供着堪称恐怖的无限体力。魂伤眼底闪过一丝惊骇，你怎么可能还有力气？我再次合身扑上，你力量大是吧？那我就不跟你硬碰硬。我身形极其灵活的一个滑铲，
避开他那足以开碑裂石的重拳，双手猛地死死抱住他的大腿，同时一记阴损至极的头锤狠狠撞向他的膝盖骨，浑伤痛得倒吸一口凉气，急忙想将我甩开，你这疯狗！结果我根本不撒手，像只八爪鱼一样死死缠在他身上，手肘猛击他的后腰，膝盖疯狂撞击他的大腿内侧，只要有机会，手指更是毫不客气地直奔他的双眼和下三路而去。浑伤越打越心惊，他原本以为可以凭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强悍的肉身轻松碾压我，殊不知眼前这个看似老实巴交的少年，打起架来竟然比他还像个亡命徒，不仅体力仿佛永远耗不尽，而且招招致命，专门往下三路招呼。浑伤气急败坏的一把攥住我正准备猴子偷桃的右手，怒不可遏的咆哮：够了没有？可我却眼中凶光一闪，脖子猛地向后一仰，接着用尽全身的力气，一记极其凶狠的头锤直接砸向他那高挺的鼻梁。够你妹！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响起，浑伤发出一声极其凄厉的惨叫，鼻梁骨瞬间塌陷，酸痛感让他眼泪鼻涕瞬间狂涌而出，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视力。趁他要他命！我双手死死锁住他的手臂，借着腰部的扭力，一个完美的过肩摔，将他那庞大的身躯狠狠砸向身后那一棵1人粗的古树。轰隆一声巨响，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古树拦腰砸断，浑伤重重的跌落在椴木残枝中，喷出一大坨黑液。我毫不留情的骑跨在他身上，双手握拳对准他那张满是伤的脸，开始了狂风骤雨般的输出，10拳、20拳、50拳，直到身下的人彻底停止了挣扎，我才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停下了手。此时在遥远的星空深处，节目组指挥部内一片死寂，而副导演徐博更是看得满头大汗，拿着对讲机的手都在哆嗦。快叫医疗组准备！方修这小子的爆发力太恐怖了，浑伤的护体钢甲都被他砸凹进去了。我从昏死的浑伤身上爬了起来，不得不承认，金丹期强者的身体是真的硬。我刚才那一通乱锤，虽然把他打晕了，但我的指骨也被震得生疼。更诡异的是，我发现他的皮肉之下似乎隐藏着一层极其坚韧的防护层，单凭我这练气期的拳头，竟然无法直接锤爆他的内脏。我环视四周，目光突然落在了不远处那柄掉落在地的黑色长剑上，那正是刚才浑伤刺穿药尘胸膛的凶器。我眼神一冷，快步走过去捡起长剑，提着剑便朝浑伤走去。既然拳头打不死，那就用剑把你的脑袋剁下来。然而就在我刚举起长剑准备补刀的千钧一发之际，两道犹如惊雷般浩荡的声音极其突兀地从群山深处的夜空中炸响，滚滚音波震得周围的树叶簌簌作响。出了何事？为何我宗7名执法弟子的命灯竟会无故熄灭？有金丹境强者潜入了宗门。我心头猛地一震，握剑的手顿时停在了半空，抬头望去，只见幽暗的夜空中，几道七彩夺目的长虹犹如流星般跨越天际，正以极其恐怖的速度朝着这片山谷疾驰而来。每一道红光之上都隐约站着一位被云雾缭绕、仙风道骨的神秘身影，是玄天昊宗的内门高层大能。我暗骂一声晦气，果断将长剑扔在一旁，松开了浑伤大能降临。如果我现在当着他们的面把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人给杀了，绝对会被当成杀人狂魔抓起来搜魂。我眼珠一转，迅速将地上的神农丹经和那只青铜药炉塞进宽大的道袍怀里，然后深吸一口气，做出一副惊魂未定、死里逃生的老实人模样，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几秒钟后，第一道红光率先落在悬崖边，云雾散去，走出来一名年约40、留着3缕长须、神色不怒自威的青松真人。他居高临下的扫了我一眼，你是哪个寺的弟子？为何半夜会出现在这禁地？我连忙深深鞠了一躬，说道：领仙长，弟子方修，是灵药膳食司药铺9员刚刚入门的新晋见习弟子，半夜睡不着，便前往新盘峰敬拜仙界前辈。怎料在归途中偶遇一位名叫药尘的老者，与这黑衣人在此搏杀，那7名执法的师兄不幸命丧这黑衣人手中。此时另外2道长虹也接连落下，其中一位是名鹤发童颜、仙风道骨的老者墨霭真人，另一位则是一名身着轻纱宫装、身段极其风骨妖娆的美艳女人柔羽真人。那墨霭真人微微皱眉说道：青松师弟，这里出了何事？青松真人指了指地上昏死过去的浑伤，这外门弟子说，我宗7名执法弟子就是被此人所杀，掉入深渊了。墨霭真人面露怒容，声如洪钟，好大的胆子，连我玄天昊宗也敢撒野，此事必须严查到底。在墨霭真人说话期间，一旁的青松真人目光无意间瞥了一眼那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眉头微微一挑，只见他极其随意的一挥宽大的袖袍，一股无形的庞大吸力瞬间涌入悬崖底部，仅仅片刻，7具森白的骨架便从黑暗中缓缓漂浮了上来。紧接着在那7具骨架之中，竟然还夹杂着2样东西，一本破旧的小册子，以及一只晶莹剔透的玉箫。这正是我不久前亲手扔下悬崖的那2件绝世至宝，金刚不坏1万层和冰肌玉骨箫。我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没想到居然还能这么玩，隔空吸雾，心里简直像有1万只蚂蚁在爬。早知道这帮金丹大佬连掉进悬崖底下的东西都能捞上来，老子刚才扔个屁呀，这不是把机缘白白送人了吗？果不其然，青松真人的细长眸子在看到那本小册和玉箫的瞬间亮光一闪，他不动声色地抬头瞥了一眼远处的墨霭真人和柔羽真人，随后大袖一卷，极其自然地将那小册和玉箫一并收入了自己的宽大袖袍之中。收好宝物后，青松真人转过头冷冷地瞥了我一眼，
语气中透着毫不掩饰的警告。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你可知道？我连忙点头如捣蒜，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面对着金丹七八重的顶级大佬，我一个炼气3层的小虾米哪敢造次？弟子知道了。弟子刚才什么都没看见。此时，那名身着宫装的柔宇真人莲步轻移，目光落在了我身上。这个外门小弟子又是怎么回事？青松真人随口回道：“禀柔宇师姐，他叫方修。据他所说，只是凑巧路过目睹了惨剧，不过此事关系重大，还需进一步核实。我建议先将他关押起来，查清底细后再做处置。”暮霭真人抚了抚胡须，一锤定音：“也好。”青松师弟主管宗门防卫，清理现场和押送凶犯的事儿就交给你了。至于这名唤方修的小子，就由柔宇师妹带回天瀑峰盘问吧。青松真人与柔宇真人齐齐点头。青松真人没有废话，大袖一挥，卷起地上昏死的魂伤和那7具骸骨，化作一道红光冲天而起。暮霭真人也紧随其后，转身飞走。原本热闹的通天桥畔，瞬间只剩下了我和那位千娇百媚的柔宇真人。好俊俏的小弟子啊！他迈着修长丰润的美腿，款款走到我面前，随即我结结巴巴地行了个礼：“弟子见过九长老。”柔宇真人捂嘴咯咯娇笑，笑得花枝乱颤。“哟，你怎么知道我是九长老的？”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弟子手册上印有长老们的名号和尊荣。”柔宇真人玉手一把抓住我的手腕，还真是个透着机灵的小滑头呢。紧接着，他脚下陡然浮现出一道绚烂的红光，我只觉得眼前一花，整个人便被带着冲上了云霄。我感受着四周如流光般向后飞速倒退的景色，低头一看，自己竟已在万米高空的云层之上，这可比我那靠双腿跑路不知道拉风了多少倍。这难道就是金丹境腾云驾雾的神通？柔宇真人似乎看出了我的震惊，轻笑着解释：“这并不是修为的神通，而是宗门大阵的虹桥阵法。只要手持长老级别的红符，便可随意在各峰之间穿梭，与境界无关。”说话间，前方一座气势磅礴的山峰已近在咫尺，山峰之上竟有9条宛如银河般倒挂的巨大瀑布，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这便是天瀑峰。直播间的观众看到柔宇真人出场，全体男观众顿时沸腾。没想到柔宇真人竟然是猪猪姐扮演的，爱了爱了！节目组如果不让方修攻略猪猪，我永不再看。有一说一，目前看来节目组挑选的女配都很符合角色人设。柔宇真人带着我降落在一座极为奢华幽静的偏殿之中，殿内香气缭绕，布置得宛如女子的规格。她极其慵懒地斜倚在一张铺着红色丝绸的宽大床榻上，她斜着眼看着我，语气中带着一丝慵懒的命令：“说吧，把你刚才经历的事情一字不落地再和我说一遍。”我恭恭敬敬地站在榻前，目光清澈，极其坦诚地将陆玉魂伤的经过原本地复述了一遍。当然，关于药尘硬塞给我宝物，以及我用宗体拳把魂伤按在地上摩擦的剧情，被我极其丝滑地全部隐瞒了过去。听完我的讲述，柔宇真人好看的眉头微微蹙起，贝齿轻咬着红唇，似乎陷入了沉思。魂殿、药尊者、神霄大陆各方顶级势力，我虽未完全踏足，但也略知一二。这所谓的魂殿，我竟是从未听说过。我做出一副悲悯的模样，请求道：“九长老，那药尘老人的骨灰此刻还散落在通天桥畔，若任由山风吹散，实在可怜。能否让弟子先回去将其收敛？我这可不是猫哭耗子。”而是我突然想起来，骨灰里说不定还藏着什么我没发现的储物戒指呢。然而柔宇真人极其随意地挥了挥玉手，一道黄色的传音符瞬间从他指尖激射而出，消失在夜空中。这件事你不必操心了，我自会派门下弟子前去处理。在事情的真相彻底查清之前，你这几天就暂且住在这偏殿之中，哪里也不许去。若有生活所需，直接吩咐门外的侍女即可。说罢，柔宇真人从床榻上起身，留下一抹诱人的香风，飘然离开了偏殿。看着殿门缓缓关上，我这才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浊气，整个人瘫软在刚才那张还残留着体温和幽香的大床上。果然实力太弱，只能任人鱼肉。即便我手握系统，但遇到青松真人那种金丹7、8重的顶级大佬私吞宝物，我也只能干瞪眼。想要在这个世界活得滋润，唯有不择手段的变强。要是有什么捷径就好了。我一边嘀咕，一边像变戏法一样从宽大的道袍怀里将刚才顺手藏起来的神农丹经和那个巴掌大小的古朴药炉掏了出来。那药炉入手沉甸甸的，3足2耳，通体呈现出一种神秘的微黄色，炉身上雕刻着极其繁复的祥云雾海花纹。这炉子里该不会真有宝贝吧？我带着一丝期待，双手托住药炉，用力将那严丝合缝的盖子掀开。吧嗒，炉盖开启的瞬间，一股浓郁到极致，甚至带着一丝奇异异象的药香猛地扑鼻而来。一颗大约有龙眼大小，通体呈现出暗金色的丹药，滴溜溜地滚落到了我的掌心，里面真有东西。我低头定睛一看，然而就在看清这枚丹药全貌的瞬间，我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变得极其怪异，与我之前吞服过的那些表面光滑圆润的引气丹、炼气丹截然不同。此刻躺在我手心里的这枚暗金丹药上，竟然密密麻麻地分布着9个细小的孔洞。刚才那股沁人心脾的药香，正是从这9个小孔之中源源不断地散发出来的。仅只是闻了一口，我就感觉脑海中一片清明，通体舒泰。之前和魂伤拼死搏杀留下的疲惫感不仅一扫而空，甚至连身上那些淤青处的痛楚都减轻了大半。更为神奇的是，这丹药上的9个孔洞竟然仿佛有生命一般，在我的注视下微微的吞吐张合。随着孔洞的呼吸，空气中竟然有一缕缕肉眼可见的乳白色云雾之气，正从4面8方疯狂地朝他汇聚而来。
我双眼猛地瞪圆，脑海中如同划过一道闪电，整个人彻底呆住了。前世看过无数修仙小说的我，自然知道这种丹药意味着什么。9个孔窍，会呼吸的丹药，这难道是传说中能洗毛伐髓、逆天改命的9窍金丹？